小姐还在为方才之事懊恼啊？也不知道殿下心中究竟如何作想。要奴婢说，倒是小姐多虑了。王爷是您未来夫君，这心里头呀，自然是向着您的。否则，瞧出小姐装晕，也不会直接就点了三小姐的雅穴。王爷瞧着虽面冷，心思却细腻。小姐能得这般体贴的夫君相护，婚后日子啊，定然舒心。什么夫君啊？若叫旁人听见，还以为我多想家。旁人听见又如何？赐婚已定下，王爷呀，迟早是您的夫君。给老子围了！发生何事了？好像是山匪。山匪！大胆！你们可知这是谁家车队？简直无法无天！我等只劫财，不要命！识相的，把金银财宝给老子交出来！山匪劫财，怎会对官家马车下手？他们埋伏于此，分明必有备而来。路上一定多加小心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只管护好你自己。乱打什么？你们要的人在前头马车里，还不快去！这俩丫头也不错，一并带走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小姐，哦，小姐，多谢阁下出手相救。我就说阿旭与明寺小姐有缘，来一趟寒烟寺能连续遇见2回，这就是命定的缘分。把人带下去，留活口。是。带下去。带走。相识之前，他以数度救我于危难，
即便眼下已赐婚，他也从无邀功之嫌、冒犯之举。看来阿耶说的没错，他确是位值得托付的好人。明小姐，宁小姐，多谢阁下救命之恩。今日山匪一事，还请几位公子万勿外传，以保全我家2位小姐生命。此事不会让官府知晓。快，启程回府。是。爷，救夫人要紧，赶紧把人参钱付了吧。不错。你瞧瞧，东家，仔细些，你看，还有这儿。东家，你很热。热，并非重点啊。东家，您别挡道啊！你就没有发觉今日我这扇子有何不同？有何不同啊？这么没眼力见儿的，你就没有发现扇子上多了一个福牌？不就是一个福牌吗？谁还没求过几个？福牌本身也不是重点。那重点是什么？古有佳人年指环，相思渐还重相忆。今有红颜赠平安，情意切切无生念。什么意思啊？东家这是有佳人倾慕，特赠此符以表心意。还是水银会心。世子风度翩翩，有佳人倾慕不足为奇。要紧的是，世子对这位佳人亦有好感。低调，此等事需深藏心中，不可言表。寒烟寺的桃花符最是灵验，想来这位佳人对世子倾慕已久。桃花符，这是桃花符。桃花。楼中姑娘常求此符，用以相赠心仪之人。可他明明跟我说这是个平安符。女儿家怎好直说？世子不也说了，不可言表。以后这个看位需每日洒扫，不得懈怠。鲜花3天换一回，熏香每日不可断续。是，还有，千万不能碰这块符牌，以免它沾染了尘俗之气。小的这就吩咐下去。这件事你亲自办，别人办我不放心。
东家，小的一人打2份工，白天文涛阁，晚上别玉楼，实在是忙得头脚倒旋，哪还有闲工夫管着小福牌啊？小福牌，你知道这块福牌有多重要吗？一个人领2份月俸之时，怎没见你喊苦喊累？东家，既然您这么重视他，何该亲自洒扫，才显心诚？岂能假手于人呢？哎呦，啊，言之有理，那赶紧吩咐下去，以后此处的一切，任何人都不许碰。得嘞。哎呀，不行，以后这屋你们都别进，走，快！楚楚，你身手不差，对付几个山匪应绰绰有余。今日如此危境，你就不能护着你妹妹？我怎么就没护她了？山匪又不是吃素的，我打不过能有什么法子？再说四妹妹带了护卫出行，我本就没有义务护她。都是妾身未能管教好楚楚。可侯爷，虽然楚楚会些武，可毕竟是女儿家，怎能与山匪抗衡吗？幸而四小姐毫发无损，否则妾身真是万死也难辞其咎了。行了，好在你们都没事。此事原本也是匪祸，但楚楚护妹不利，理当受罚，去祠堂罚跪1日，柳氏教女无方，禁足以云院3日，就到这儿了。阿爷您偏心，凭什么我为护住她就要受罚？她是明家女儿，我就不是明家女儿了？难道在阿爷和四妹妹心中，我就只是明家的一个护卫吗？楚楚，不得对你阿姨无礼。今日我有一事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原本想私下相问三姐姐，但眼下阿台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今日山匪劫我走时，三姐姐为何故意拦在护卫跟前，与山匪使眼色，将其纵放？三姐姐究竟想要做什么？楚楚，他儿说的可是真的？没错，就是我让山匪将他绑了去的，绑得干净。你，我怎么能养出你这么个女儿？平日里骄纵任性，我就不说你什么，可你怎么能对自家姐妹如此狠心？侯爷，他是一时糊涂说的气话。你闭嘴！正是因为你的宠溺无度，才会惯得他如今这般的嚣张跋扈。来人，将他们押入祠堂。你放开！阿爷责罚，女儿不敢不受。可明坛不顾名声，背地里私会外男，又当如何重处？私会外男？我与阿娘回京时，在饮马镇歇脚，正撞见他与外男私会，举止亲密。爷，夫人此番是因为您私纳外事而负气出走，若这腹中胎儿保不住，你怎么跟老爷交代啊？妾身确听楚楚提过此事，那男子已有家室，妻子待产。小小姐莫不是真与那有妇之夫纠缠不清啊？姨娘请慎言，空口无凭，你与三小姐怎能如此污蔑小小姐？阿爷，女儿对天起誓，所言句句属实。今日从山匪手中救她之人，就是在饮马镇与她私会的外男。其实今日在寒烟寺时，我就撞见了他们2人私会。那男子为了护她，甚至还出手点了我哑穴。你们能不能让我省省心呢？你们，阿爷，明坛私会外男，还在得赐婚后继续与人往来，暧昧纠缠。此事若上达天听，可是欺君罔上的重罪。届时不仅侯府名声尽毁，就连阿爷的仕途都要受牵连。
檀儿，可有此事？这那男的是谁？说呀！阿爷，你说，那男的到底是谁呀？你说呀！与明小姐私会的外男，正是本王。王爷，侯爷不必拘礼。本王若不来，未来的王妃被人冤了，都无从叫屈。你是定北王？本王已严审山匪，此事并非意外，而是有人买通山匪，刻意为之。什么？可柳氏为何要这么做？檀儿若是失节，与楚楚于侯府没有半点好处啊！圣上赐婚旨意已下，你我两府联姻势在必行。若明家4小姐失节，侯爷可还有比明家3小姐更好的待嫁人选？哎呀，他当真是糊涂啊！本王漏夜前来，便是不想让侯爷受人蒙蔽。若仍留奸佞在旁，侯府只怕后患无穷。明楚心地不善，多番在外生事，侯爷还需尽快想个两全之策。王爷既快人快语，那老夫也就不绕弯子了。明楚确实犯了不可饶恕的大错，先前我相中的人家也就做不得数了。他的夫家还得是往低了找，最好不在京中，免得他日后又惹出什么祸事。可有人选？这个老夫，还未经物色。灵州宣威将军府，行3的郎君，如何？宣威将军，哦，想起来了。宣威将军乃从五品5散官，官阶不高，灵州离上京也够远。好，太好了！老夫先前与冯将军打过交道，对他的印象颇佳。他家3郎也颇有其父风范。侯爷既满意，此事便就定了。就这么定了。另外，柳氏。外头的上赶着也就罢了，如今连他院里的小丫头也敢跟我叫板了。如今何府都巴巴的盯着赵水院，不怕事儿多，就怕做得不好，不够表忠心的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要我说，这定北王就跟寻常男子一样，瞎了眼，被那狐妹子下了药还不自知呢。楚楚，这些话可不能让你阿爷听见啊！这几日他帮你物色人家，花了不少心思。你别在这个时候再惹他生气，费再多心思，也不及定北王妃风光。你若要同明坛比，那自是比不上的。圣上亲赐的姻缘，又是定北王，可不是一般女儿家能攀得上的。我知道，可我哪点比他差了？你自是不比他差的，都是为娘的不是。你若托生在夫人腹中，如今嫁与定北王的，就是你了。阿娘，在屋里叫叫阿娘也就罢了，在外可不能这般随性，
否则让明坛那个小蹄子听见，又要找你麻烦了。话说回来，你若真能成王妃，任谁见了你，那都要看你的脸色行事的。就算是明坛，也得向你行礼问安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啊，走吧，别耽误了相看。我不去，只因我是姐姐，便要赶在她前头草草出嫁，这是何道理？这相看是你阿耶定好的，你怎好违背呀？这相看也就算了，为何明坛还要一同前去？他这不是存心看我笑话吗？是我同你阿耶说的，明坛是准定北王妃，她陪你一同前去，不仅你面上有光，相看的人家也不敢看轻了你呀。听我的，如常出门便是。路上一定多加小心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只管护好你自己。都仔细些，小小姐出行马虎不得。是。三小姐，嫡庶有别，尊卑有序。小小姐还未登车，三小姐这般与理不合。长幼有序，我是她三姐姐，何该我先登车？三小姐，今日小小姐特意陪同三小姐前去相看，已是念在姐妹一场。三小姐还要这般傲慢无礼，那小小姐又何必平白受一趟累？你，三小姐，快请下车吧。这位便是我家三小姐，有劳。好说好说，陆公子已在会稽堂等候多时，明三小姐请。见过小小姐。敏敏呢？我家小姐说近日事事不顺，处处受人针对，8成是犯了小人，便去佛堂求签问问运势。她说一会儿求完签就去后山寻小小姐。你去相看便是，我就在此处等你。哎呀，要不然还是你陪我进去吧。这相看岂有旁人陪同的道理？你自己去。我害怕我说错话了，吓着人家姑娘。不至于，你可是堂堂陆殿帅，深受陛下喜爱。你别顾虑太多，以平常心对待即可。你只需记住，相看是为了寻一心悦之人，谈婚论嫁。那什么最重要？什么？心悦最重要。喜或不喜，你看一眼便知。若是喜，你自会对他有所发问，想要了解对方；但若不喜，你便会心生去意。那寻个说辞离开便可。此乃人生大事，相看不合眼也是常有。这1回生2回熟，你不必紧张。你可曾相看过？不曾。行了，那你便在此等我片刻。去吧。陆殿帅，陆殿帅，这位就是明家三小姐。三小姐，
这位便是陆殿帅。那二位先聊，我去外头候着。明三小姐请。请坐。啊，陆某，陆婷，在下陆婷见过明三小姐。明三小姐，幸会。陆公子当真是殿前司副都指挥使？如假包换啊！明三小姐为何如此发问？陆公子相貌平平，言谈浅薄，虽受陛下器重，可日后至多也就是升个正室。陆家又无世家门第，祖辈荫封，仕途也就算到头了。相比其他高门公子，陆公子的条件委实逊色不少。不知陆公子府邸多大？府中有多少下人伺候？陆某尚未置办府邸，更无下人伺候，大多时候都在宫里头当差。平日里粗茶淡饭、简衣缩食惯了，自然比不上靖安侯府。陆殿帅啊，素有能指小儿夜啼的恶名，上京城内谁人见了您不是退避三舍？恶名在外，又无宅邸，仕途也无前景，何来底气相抗啊？陆某不是办府邸，并不代表不堪，只是想全凭未来夫人做主。再则，陛下曾亲赐3进宅院，不过这些在明三小姐眼中定然不值一提。陆殿帅方才为何不说？只是相看一二，身外之物何值一提？既是相看，便要相互了解，知悉彼此情况。这身外之物如何不能提啊？明三小姐言之有理。那陆殿帅，只是明三小姐有自己的考量，属实应当。可陆某也有自己的考量，兴许你我二人话不投机，并非同道中人。我呢，就喜欢风餐露宿，不喜欢宅院，更不喜欢别人伺候。告辞。陆公子，这就走了？哎，三小姐，我四妹妹可是要嫁去定北王府做正妃的，此等家门寒微、粗鄙无礼之人，如何与我相配？你还自称是上京城头号媒婆，你这找的什么人啊？四小姐德才兼备，乃上京贵女中的翘楚，配得上王妃之位，与你有何干系？若不是人家家门寒微，无父母操心婚事，堂堂禁军统领，怎会来与你相看？舒二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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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留个念想。不，我的啊，我的还我的，是我的，我的，舒二公子，舒二公子，舒二公子，阿洛，我在这，救我呀！都散开了。在下禁军统领陆廷，尔等姓甚名谁？为何围堵舒二？有何用意？一个个如实道来。若要论威严气势，还得是你阿陆。幸亏有你，要不然今日我都寸步难行。他们这是在干嘛呀？赠礼啊！赠礼啊！怎么一副抢人的架势？这么多饰品，哎，
你明日都可以上街摆摊儿了。以你的人气，生意定然红火。此主意甚好，那就有劳陆殿帅，明日去南御河街摆个摊位，公务之余还能兼职个买卖。姑娘还有何事？我的簪子。方才祈愿的时候，台上烛火连跳2次，这意味着咱们的生意定能蒸蒸日上。哎呀，所谓心诚则灵啊！阿旭，日后我们还是要常来供奉，如此生意才能红火。本王前来供奉，你替本王处理军务。当我没说。是他。控油蓬松，强韧防断，中国拉芳冠军之选，拉芳带您进入正片。大师，恐惧幽间，皆在目前。若逢明剑，只破空传。施主最近或遇小人，亦心浮气躁，生口舌是非啊。正是如此，还请大师赐福，助信女化解小人，消灾避难。多谢大师。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对不住。小姐，您的琴艺是越发精进了。啊，可我总觉着最末这一段，若是换几个音，意境会与当下更为贴切。哎，听，琴音流畅，灵动含情。上京城能有如此琴艺者，唯有明四小姐了。她？这不应该啊！以明四小姐的琴艺，怎会在最末了一段错了一个音呢？我知道了，阿旭。明四小姐这是故意的。为何故意？曲有误，周郎顾。去吧，周郎，见见你未来的王妃。张小人，他怎么在这儿？哎呀，还真是不能背后说人，说什么来什么。可这福牌怎么着也得送出去啊。张世子。张世子也与好友一同来祈福。他这是吃错药了啊！是啊，白小姐也是啊，是。咪咪，阿唐。见过定北王殿下。他是定北
参见定北王殿下。不必多礼。往后都是一家人了，自然是不必多礼。我当是谁在此弹奏靡靡之音？原来是四妹妹。四妹妹真是好雅兴啊！想来明楚与公子有缘，上回一遇后，竟还能在此相见。你是何人？你不记得我了？我们在城郊的一家客栈见过。无甚印象。三姐姐不是在会稽堂相看，这么快就完事了？那人虽有家世门第，仕途样貌也不差，可我与他说了片刻，实觉话不投机，难有交心之处，故唯有作罢。其实相看重在眼缘，门第仕途什么的都还是其次。阿旭，平三小姐，又见面了。不说不见。难不成今日是你二人相看？如何，陆大殿帅可有意愿？陆某与明三小姐怕是无缘了。明三小姐觉得陆某呢，相貌平平，家门寒微，且恶名在外，前途无望，又未购置家宅，这些也是无可厚非。还希望明三小姐呢，早日觅得心仪的如意郎君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没意思的意思。我说错了吗？陆殿帅呢，还真是快人快语啊。好了好了，相遇即是缘分，既然都遇到了，不如便于我们一道品茗赏曲。明四小姐，请。四妹妹素来重声名，当日显江落水这么大的事都未声张，如今有婚约在身，却还是在外招摇。若传出去，就不怕定北王怪罪？你胡诌什么？上元宴那日你尚未回京，你哪只眼睛看见阿谭落水了？我看分明是你相看不顺，编排阿谭。我编排他？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，那日你们二人特地乔装打扮，就是为了混入京畿营，一窥定北王真容。怎的？成日将名声挂在嘴边的，可是四妹妹啊！你闭嘴！我看你是存心毁阿谭生。别动手！别动手！别动手！都是自己人，何必伤了和气呢？起开！我所说句句属实。怎么，只许你们去京畿营偷看，就不许我说？我可没冤着你们。什么温婉端方、娴静之礼，今日是全毁了，还是活生生毁在他眼前？明堂，你自己说，我说的是不是都是？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小姐，阿谭又装晕，打小就爱用这招，能不能有点新意？我说四妹妹。哎呀，今日有此待遇的，终于不是本世子了。你未来夫君像是对明楚出手了，点穴了。阿谭，你怎么了？让我静静。那你倒是静下来啊！可我如何静得下来啊？众目睽睽下被进阶囚视，那些人回去后还不知道要怎么笑话我呢。我看你是多虑了。那几位啊，我看着都是王爷的友人，定然不会在背后嚼舌根。就算不乱说，可我苦心经营多年的形象一朝尽毁，还是当着殿下的面。属实丢人现眼。
道殿下会如何作想。我听你的意思是想嫁啦？嘿嘿，我也觉得你这未来夫君不错。何处不错？先前我就觉得呀，定北王条件优势，与你处处相配，但你不是碍于容貌断然拒绝了吗？可我今日一见，定北王昂藏七尺，气度不凡，全然契合你择婿的标准。依奴婢看，定北王也不似坊间传闻那般不近人情。方才小姐装晕，他不仅未当面拆穿，反还周全了小姐的颜面。小姐不是常念的未来夫君当如何如何，方才一见，奴婢觉得王爷与您所说，分毫不差。你们当真觉得定北王是家婿？丢人呢！奇怪，福牌呢？白小姐，张世子，方才白小姐打架的时候不慎落了东西。你闭嘴！别动手！别动手！别动手！不是让你再胡说。这平安符是我特意为张世子所求，张世子能捡到，定是与他有缘。白小姐之意，此符是专门为张某所求的。特意。特意。啊，白小姐，白小姐的心意，张某是感受到了。只是线下张某没什么拿得出手之物可回赠于你。改日，我定精心挑选一礼，回馈白小姐的美业。不必。要的。寺里大师说了，这平安符啊，一定要日日携带，最好入夜就寝时就压在枕头底下，如此必有之效，才能发挥到极致。好，张某谨记，一定日日携带。若是没旁的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又是你！真是不巧。何止是不巧，根本就是冤家路窄。两位总是不期而遇，倒是有一些不解的缘分呢。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公子长期与此人来往，也不怕日后惹一身是非。他又不是什么好人，偷听别人说话，还成天摇着把扇子，变着不同花样，真以为自己是开屏的孔雀，闪闪闪。我怎么就偷听你说话了？分明是你说话高声，我想不听都难。依我看啊，你也不必操心舒二公子娶什么样的妻子，反正定然不是你这种刁蛮无理又泼辣跋扈的女子。我如何还轮不到你这等小肚鸡肠、轻浮做作的人来评断？再说了，我又不是为了我自个儿操心，我是觉得我们家阿谭温婉贤淑、知书达理，才华品貌皆是上乘，与舒二公子甚是相配。说过了。明小姐对舒二有意？我对他是否有意与你何干？我只希望我们日后再不相见，永无交集。哟，他们现下该是去游显江了，姑娘不跟过去看一眼？用不着你管，瞧着晦气，还是眼不见心不烦的好。姑娘，你这可是一叶障目，自欺欺人呢。何必与无谓之人白费口舌？我们走。臣参见陛下。朕也不跟你兜圈子，今日找你来是为上次所说赐婚一事。啊，陛下，此事臣……你可知道，寿康宫那边因不满你多次推诿，已直下懿旨，
啊！哎呦，陛下，太后这是连面子功夫都不愿意做了，竟就直接逼婚了。但朕可以给你第二个选择。啊？看看朕为你女儿选的夫婿如何？啊？靖安侯，请过目。其实儿女婚嫁本就非是你的立场，你不必过分忧心，也无需他想，只需看人。太后为你指的和朕为你选的，能相提并论吗？陛下，容臣再考虑考虑吧。太后一旨以下，是朕想方设法将其暂压了下来，但压得了一时，压不了一世。说不定你还未出宫门，一旨已到你府上了。太后懿旨到。靖安侯府明坛，接旨。回公公的话，四姑娘眼下不在府中，还不快派人去寻！太后她老人家最重规矩，这一旨宣读是万万轻慢不得的。是，还不快去！是。景安侯啊，你还在犹豫什么呀？若非那人亲自跟朕开口，朕也不会。驾，我驾。刘一定，在。即刻往靖安侯府宣旨。是。且慢，檀儿今日不在府中。舒二公子怎么下马折返了？打马游街过后，所有人不都是要泛游险江的吗？舒二公子似正往这边来呢。舒二公子。哦，白小姐，明小姐。舒二公子高中探花，实至名归，明坛在此贺过。谢明小姐吉言。他跟你说话了，还说谢你吉言。我当是谁缠着舒二公子说话，原是刚被退了婚的明小姐。明小姐还是这般好颜色，看来退婚之事对你毫无影响。多谢郡主夸奖，你不是宣称要在寒烟寺祈福7期49日吗？怎的没几日就回京了？舒儿，哎呦，稀客呀，见过郡主。张世子也在。啊，我在这儿等舒儿，他呀晕船，游不了险江了。我一早便知舒二公子非池中之物，登榜探花是迟早的事。啊，谢郡主夸赞。明小姐穿得如此花枝招展来游街，难不成刚退了婚，急着为自己寻下家？你够了，我忍你。明坛精心装扮，只不过是不想为前尘所累。至于婚姻大事，向来是父母之命，哪能由得自己做主？放眼整个大县，也没几家女儿能像郡主这般好命，得太后恩宠照拂，还能嫁得定北王这般万里无一的家婿。听闻定北王府无一女眷，郡主嫁过去便是专房独宠，就连王府花园中号称金钟一绝的牡丹，也仅供您一人观赏。哎呀，你们可知那定北王府的牡丹为何开得格外娇艳？不知啊。哎，我听闻啊，是那定北王将府上所有女眷虐杀后，埋在了花园，继而以他们的血肉滋养了一脉牡丹。天哪！
炕。是吗？哎呀，郡主莫见怪，这都是我们家米米听得的一些坊间流言罢了，学舌混说的。像定北王那般刀锋饮血的人物，我等俗辈是万万不敢肖想。也只有郡主这等金尊玉贵之人才能与之相配。届时您出嫁，我们定夹道相送，与您同乐。我才刚退完婚，就不与郡主同处一室了，免得让郡主沾了我这身晦气，影响了郡主这段天赐良缘。圣旨到，靖安侯府明坛接旨。靖安侯府四女韵翠含章，端方敏慧，克令克柔。今及方年，闺中带字，兹特赐婚于定北王江旭，册定北王妃，一令有司择日，备礼册命，诏书如右，服道奉行。宣的是谁？你封我做什么？定北王妃。这便叫迎风吐墨，自作自受。哎呀，你慢些。所以这桩婚事是阿爷亲口应下的？那是自然。不是，你是有所不知啊。今日太后也下了赐婚懿旨，还不止一道呢。这头一道被圣上拦了下来，可是他能写会说，还会盖印，一道不行，又下了第二道。因太后知道今日圣上急召我是为了议婚一事，故这第二道连招呼都没打，就直接登门宣旨了。那文涛阁的圣旨是怎么回事啊？那是老夫脑瓜子灵光啊！我知道今日檀儿不在府中，而太后一向重规矩，断没有只一个侧室在府便宣旨的道理。所以啊，我将檀儿今日在文涛阁之事告诉了圣上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先宣了这道旨，便是板上钉钉了。虽说是曲折了些，但也算皆大欢喜啊。哎，你这又怎么了？定是今日礼佛累着了。好好歇歇啊！为父不打扰你们了。哎呦，坏了！我真是乌鸦嘴，说什么来什么。说定北王真是如传言那般，那你以后该怎么办啊？阿爷定是觉得自己办了一件绝顶聪明的好事，可这婚事比梁家的棘手多了。我还真是小瞧了姑父这一介粗莽武夫了。可为何是定北王呢？那岂不是又来一介粗莽武夫？他弑杀暴虐的传闻，全上京人尽皆知。既然定北王都能赐，那为何不能赐舒儿公子呢？我明明在佛前诚心祈愿，要有衣甲之才，上乘品貌。佛祖是不是听漏了？哎呀，阿谭，你先不要灰心，我们线下不是未见过定北王吗？万一见到了，不像传言那般一无是处呢。你不是没瞧见他在上元宫宴上是如何狂悖嚣张的？我若是嫁过去，指不定哪天跟着他一起掉脑袋。哎，那倒未必。最要紧的是，他一介莽夫，相貌定然不堪入目。哎呀，那就真是一无是处了。不行，这婚事必须得退。阿爷，姑父，
这哪出？行，不用。姑父定时饿了，快坐。哎呦！快尝尝燕窝粥。你们，谭儿一向是孝顺的，你这丫头又打什么鬼主意啊？哎呀，还不是那赐婚闹的。啊？阿爷啊，这赐婚太过突然，阿腾对定北王又一无所知，心中难免忐忑。啊，为父明白，毕竟日后你是要与定北王举案齐眉的，你提前对他多一些了解，这也是好事。果要与他举案齐眉，我只想知己知彼，好定退婚之策。那阿耶对定北王可有了解？我们大显年轻一辈里能领兵打仗的没几个，可是定北王呢，束发之龄，便以3000精兵阻挡3万北域蛮族，当时那场景可谓是血流成河，浮尸千里。敌人的奸细要是落在他的手上，血渍呼啦的都不算什么，没个人形不说，扔回去，敌军自己都不敢认。如此这般，愣是消停了大半年。还有成康3年，定北王直接将蛮族首领长子的尸首挂在了城门上，暴晒了3日，最后都晒成人干了。所以说，定北王殿下真是奇才呀，能得如此乘龙快婿，实乃名家之幸。还有啊，他虽为武将，却身量颀长，相貌俊美，不比昨日游街的探花郎逊色。啊，姑父所言当真？反正相较我年轻时的气度风姿，略胜那么一筹吧。可有数了？有数了就用膳。啊？阿谭，你真想好了？去见一面。若真如传言那般，就算是圣上金口，难如登天，这婚也得退。哎呀，你也不能全听姑父的。姑父虽说是一介武夫，但年轻时应该也没那么不堪吧？再说了，他不是说定北王还略胜一筹，虽然称不上品貌非凡，但气度应还是有的。相貌固然要紧，但品行更为关键。都说相由心生，言行随思，观其本尊言行举止，总能看出他几分为人品性。可金鸡营壁垒森严，定北王行事又粗莽霸道，我担心你贸然前去会有不妥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只要能见到他，又不被他识破身份，便不会有事。见到他，但又不被识破身份。嘿，我有主意了。站住！什么人？我们是晋安侯府的，特奉晋安侯之命来给沈小将军送些解暑的吃食。进吧。你们随我来吧。待会儿我去给沈玉送吃食，你在外面候着。若是让他瞧见了你，这戏没法演了。你跟着这位小军爷去王爷帐篷里，给他送些荷叶粥。是。走吧。
姑娘将粥交给我便好。君也有所不知，这荷叶粥乃是浸在冰剑之中保持冰凉的。我们府中冰剑都是特制，极为精巧。若是不知官腔弄洒了，可就不美了。那送完了，还请姑娘赶紧出来，不要打扰王爷处理军务。多谢君爷通融。这身量和气场有什么关系？沙盘不必复原，待本王看过后，再与你一道推演。是，魔将先行告退。原来是场乌龙，还好不是此人。清俊挺拔，身量颀长，瞧着比舒儿还高些，当真不是个5大3粗的莽汉。王爷，沈小将军吩咐奴婢给王爷送荷叶粥，说是清凉解暑。放那儿。这荷叶粥还是趁凉喝比较好，此时风味最佳。这不是有心些吗？进宫面上却丝毫不顾师仪，看来就算不是莽汉，也是个狂悖之人。掌上生茧，指腹粗粝，可这手型掌宽，指节瘦长，指骨分明，真是好看。剑眉星目，笔挺唇薄，这姿容气度相比舒儿，当真毫不逊色，甚至还多了种沉金冷玉般的金贵之感。等等，这张脸可是在哪儿见过？怎么是你啊？可看够了？你怎么会在此？王爷，宫中传信。王爷说，王爷所书立军数5论，圣上已着意命翰林院誊抄，并与王爷先前所书数篇兵法论则一并整理成册，不知王爷有何示意？谨遵圣意即可。是，那属下告退。还会写文章？小姐怎么还未出来？丁北王会不会刁难她？我会不会？表小姐，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？不会，阿谭行事一向谨慎，尤其在大事上断不会出岔子。再说了，她是圣上钦定的定北王妃，就算定北王再霸道，也不会难为她的。要是实在不行，咱们再等一盏茶的功夫。如果阿谭还不出来，咱们就冲进去。你是定北王啊？难不成还是匪类贼子？那日你在令国公府，并非是偷盗？那些官银，都是梁启伟所劫军饷。那寒烟寺呢？搜寻寒烟寺的县尉与海幽门乃一丘之貉，他们阻我入京，
就是不愿本王彻查军饷一案。可还有疑问？容我想一想。坐。不对啊，你为何要娶我？望佛祖保佑信女，定要觅得一如意郎君，相貌定要俊美。本王相貌端正，如此才能与信女相配。身量7尺有余，若是能超过7尺，最为得意。父母已故，家中婆母万不能无成日里归，搓磨心腹的婆母。亲族关系也简单，平日除交好的3、5好友外，与人无甚往来，断不能有也无青梅竹马、感情深笃的表姊妹。如此，你可有疑问？没有。于才华一道，本王一家有余，随时能用上燕窝粥。每日燕窝粥尚且能供，实心的衣裳和首饰亦能保证不缺。如此，可有疑问？本王身强体健，却非一身横肉。如遇意外，可护你毫发无伤。所用兵器为剑，身姿潇洒。夫人抚琴时，亦可舞剑助兴。不对啊，这些话听着怎这般耳熟？你怎会知道我的择婿条件？既桩桩件件都合你的要求，为何我不能娶你？像定北王那般刀锋饮血的人物，我等俗辈是万万不敢相信。他们都说你暴女无道，杀人如麻，还说本王府中的牡丹花下埋进了被虐杀的女眷尸首。那些外边的传闻是真是假？本王只杀该杀之人。即便你满足我所有条件，也不代表我非嫁你不可。你不愿意？这不是愿意不愿意的事儿，而是我与王爷压根就没有情分，且你我二人的性子实在是不对付。若是我们成了婚，日子定过的，家繁宅乱，鸡犬不宁。京中你与谁有情？又愿嫁给何人？且我若不娶，圣上对你也会有其他的赐婚之意。唯有成为定北王妃，才是靖安侯与明家的上上之选。如此浅显的道理，不用我再说了吧？王爷言下之意，你我二人契约婚姻，不求什么夫妻情长，只求两府互利，各取所需。你也可以这么理解。小姐，哎呀，你怎么算出来了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呀，说话呀！见着了吗？啊，这发生什么事了？怎的都傻了？确实极有威势。啊，相貌如何？这不会连姑父都不如吧？姑父这什么眼光？武夫再好也不能形容粗鄙啊！谁说的粗鄙了？咪咪，你可曾听过《立军术武论》？什么论？年前的雅集上，我听两位公子谈论过此术。排兵布阵我是不懂，但只听其论，便知文章逻辑缜密，行文简洁，却又不失犀利。后来我去你家时，舅舅也曾提起，其言之有物，心而非虚。说过吗？我怎么没印象？哎，这跟定北王有什么关系？有一点他说的没错，以他之才干谋略，
声势地位，于明家确实大有裨益。那这婚，你退是不退？今日惊喜着实有些多了，容我好好想一想。王爷，这是您明日去寒烟寺上香的供奉，您过过目。嗯。王爷，这是错金阁与锦绣坊上月的账目。那老奴退下了。王爷，用些宵夜啊。福叔，你想说什么便说吧。那老奴便说了，听说圣上给王爷赐婚的对象是靖安侯府小小姐。老奴觉得圣上赐的这桩婚事甚好啊。说说，怎么个好法？王爷，您这些年来忙于打仗，忙于军务，自不会关注上京的这些世家小姐。可老奴清楚啊，明家这位小小姐在上京闺秀里，那可是1等1的出挑啊！相貌、家世自不必说，就才华一道上，亦是翘楚啊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尤其是那一手好琴，在上京城可谓一骑绝尘，后无来者呀！最关键的是，这明家小小姐贤淑温婉，慧心兰质，待人极为和善。王爷，她和善？当然呐。错金阁前2年刚开呀，北地便起了战事，户部那狗贼有贪墨军饷，欺上瞒下。王爷当时传信，让王府先行筹措军饷，可这前后共3笔，要数十万两白银呐！这王府铺子本就亏空，一时上哪儿去筹措这么多银子呀？就算卖铺子田地，那也需要10日周转不是？幸而那时明小姐频频光顾，花了不少银子呢。她虽未明说，可老奴心里却明白，她是循着由头捐募军饷呢。因着明小姐，后来上京的贵女们都跟风而至，才算解了王爷您的燃眉之急呀。这么说，东周大捷有他一功？那可是大功啊！总之，这婚赐的是极好，王爷王妃可谓天赐良缘呐。哎呀，老奴都想好了，要以错金阁的名义送王妃一套头面。咱们王妃必须得是上京里最有排面的新娘。哎呀，阿耶。哎呦，阿耶日日夜深伏案，实在辛苦。女儿亲自炖了绿豆百合羹，给您消暑解乏。坐。这么晚了还不睡？一思及婚嫁之时，女儿便有些难眠。我从未想过，离开侯府到底是什么样，更不知嫁去别府会是什么样的光景。檀儿，为父虽然粗心，却也知你是在为赐婚一事忐忑不安。你放心吧，
定北王是个好人。阿耶对定北王的评价，竟只是个好人。啊。哦，你是有所不知啊。先帝朝时有一年秋猎，当时还是太子的圣上，在林冲遇袭遭死士围杀，是定北王孤身一人杀进重围，不顾重伤护下了圣上。难怪圣上如此信重他。是啊，就说定北军军饷，实则年深日久。2年前，前任户部侍郎因贪墨牵连了北地战局，定北王自沙场侥幸生还后，回来的头一件事情便是杀进侍郎府，取其项上人头，为定北军众将士讨了个公道。倒是个有序性之人。年前东周一战，亦是赤地千里，尸骨遍野。想来也正因如此，他才会回京彻查此案。大阿爷，女儿原是要与梁家结亲的，现下阿耶答应了圣上的赐婚，岂不就是表明了立场？那义父会不会不好交代啊？他自己选的人都没觉得不好交代，老子有什么可向他交代的呀？那阿叶是真觉得，于女儿于明家而言，定北王可堪重托。谭儿，你记着，明家自有为父撑着，断不必以我宝贝女儿的终身去求全。无论是你还是楚楚，只需选自己中意的儿郎，无需顾虑其他。阿耶，至于你的这桩婚事，虽然是赐婚，可为父是深思熟虑过的。你放眼整个大显，除圣上外，若定北王都护不下的，那旁人就更没这通天的本事了。所以你嫁入定北王府，为父放心。我是真不明白，圣上为何会赐婚？靖安侯执掌阳西路，你又统领定北军，如此滔天兵权，圣上难道就没有半分顾忌？你何时也操起圣上的心了？那你呢？你自己对这桩婚事，可是心甘情愿？难道不是你说本王来娶也未尝不可？那不过是玩笑话。我是觉得，你若非真心求娶，就别耽误了人家姑娘一生。若你真是因我之言临时起意，那岂非我的罪过？你不愿娶，本王也不娶。你觉得他日后又会如何？如今上京门阀间有哪户人家能与靖安侯府门第相配，又不影响朝堂局势？这些世家女子生于高门，便是命不由人，荣损俱与家族脱不开干系。无论我是真心还是为权宜，她既做了我的王妃，我便会容她心性，护她一生无虞。阿娘，女儿心中有几分疑虑。圣上赐婚，女儿本是不愿。原以为战场杀伐之人，多像阿耶那般勇武粗莽。可女儿见了定北王一面，
未料此人相貌英俊，气度卓然，全然不似传言那般。如今看来，定北王不论是家世、门第，还是相貌才华，桩桩件件，都与女儿的择婿条件颇为符合。女儿原本以为他恶名在外，定是个冷血暴虐、品行不端之人。可方才阿耶一番推心置腹，已打消了女儿心中所虑。阿耶自是为女儿细细思量过的。依阿耶所言，定北王倒确实是位可堪重托之人。只不过，女儿对定北王知之甚少，不知真正相处下来之后，是否像阿耶说的那般，是个重情重义之人。所以，女儿心中仍有几分犹疑，不知当嫁不当嫁。若阿娘听见了阿谭的心声，能否告知阿谭，阿娘是否同意这门婚事？阿娘不言语，阿谭就当作是阿娘心中满意，默许了这门婚事。阿谭得赐婚后，三姐姐的婚事也提上了日程。待我与三姐姐相继出嫁，这偌大的侯府就无人能时时伴在阿爷身旁，承欢膝下。阿爷此番回京，阿谭心中自是欢喜。阿谭也想要与阿耶多亲近些，但许是多年未见，阿谭总觉得与阿耶之间有几分生疏难消。不过阿娘放心，阿谭日后定会常回到侯府，陪伴阿爷，还有阿娘。眼珠子是朝天长的，看不见本小姐吗？奴婢见过三小姐。昨儿我说要喝羊奶，膳房回我说没有，怎么今早又有这么些能送去照水院了？回三小姐，府中膳房近日确未采购新鲜羊奶，小小姐每日进手的羊奶是她用提己钱额外采买的。这些年我和阿爷在阳西路受苦，她在侯府倒好，处处奢靡，挥霍无度。小小姐再如何花费，也从未挪用宫中的钱，单是夫人留下的嫁妆，就够她一生衣食无忧了。况且小小姐日后就是定北王妃，天加贵胄，在吃穿用度上自然要金贵些，无可厚非。恕奴婢先行告退，这羊奶若是搁久了，就不新鲜了。请三小姐净手，该用早膳了。